满月就已经把日本各界闹是鸡飞狗跳，高市早苗能毁掉日本吗？大家都知道那句老话吧，新官上任三把火。但这回啊，日本这个新首相高市早苗，嘿，这姐们可倒好，上台还不到满月呢，这回啊就把日本自个儿家给点着了，那叫一个鸡飞狗跳，那是真热闹啊！2025年的11月7号，这位高市首相在这个国会上那是唾沫星子横飞啊，对着咱们的台湾问题那是大放厥词，相当的露骨，相当的挑衅。这一下子可就把马蜂窝给捅了。咱们中国驻大阪的总领事薛健那是出了名的硬气啊！听完高市那番话啊，薛总领事直接回了一句狠的，这话听着都让人头皮发麻，但是也真解气。原话大意是啥呢？就是面对那些擅自闯入的肮脏玩意儿，咱们只能毫不犹豫的斩掉，直接问他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这话一出来啊，日本那边一开始还没回过神儿，那帮政客还以为哎呀，这不就是平时那种外交口水仗吗？互相抗一下就完事儿了。错，大错特错！这回日本人慢慢回过味儿来了，发现气氛不对了呀，这哪里是外交纠纷啊，这分明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啊！咱们这边的态度那是前所未有的强硬啊！咱们老百姓都明白一个理儿，台湾那是咱们的台湾，那是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咱们自己家处理家务事，跟你日本有个毛线关系啊？怎么就扯到你日本的安危存亡了？这高市早苗非要硬往上凑，非要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行啊，那咱们就把话撂到这儿啊！你要是敢动我，咱们解放军就不是吃素的，那是真要连锅端的。大家注意没有？这几天咱们官方的回应里出现了一个新词儿“迎头痛击”。以前咱们说啥呢？严正交涉，强烈抗议。那这回变了，变成了迎头痛击。这4个字分量有多重？您自己琢磨琢磨。这说明啥呢？说明咱们已经把这个棒子抄手上了，甚至连板砖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伸头。这事儿闹到现在可不光是嘴上说说了。11月14号，大家看新闻没有？外交部和驻日使领馆发了个郑重提醒，说啥呢？提醒咱们中国公民近期去日本要小心了。为啥？因为日本那个领导人嘴太欠呀，把这个中日关系搞得太僵了呀。那现在的日本那个氛围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那是相当的不友好。你这个时候去，那不是往枪口上撞吗？人身安全都有风险。紧接着15号，咱们的3大行国航、南航、东航齐刷刷的发通知这就叫春江水暖鸭先知。航空公司最敏感了，干啥呢？涉及日本航线的票给出了特殊处置方案，说白了就是不想去的赶紧退，咱们不拦着，甚至鼓励你退。这信号还不明显吗？咱们大伙想一想这个时候还能去日本旅游吗？能不去就别去了吧。拿着你辛辛苦苦赚的钱跑去日本消费，吃刺身、泡温泉、买马桶盖，帮着日本旅游业创收。结果呢，他们拿着咱们送去的钱造子弹、造导弹，回头来还要对准咱们。完了，你在那边还得提心吊胆，生怕碰上哪个激进的日本右翼分子给你找麻烦。这图啥呢？这不是花钱找罪受吗？还得被骂是送子弹吗？咱们这儿不仅仅是爱国情怀的问题这是实打实的安全问题。这个高市早苗为了他自己那点政治私利，逞口舌之快，在那过嘴瘾。结果呢，这个恶果还得让日本的老百姓、日本的旅游业，还有那些做生意来背锅。这就叫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但是这个火呢，是高市早苗点的，这个锅必须得他自己背。你别看高市早苗在这个台上喊得欢，其实他在日本国内现在也是被人骂得狗血淋头。这日本人也不全是傻子呀，也有那明白人。一看这个架势心里是咯噔一下呀，坏了呀，这个疯婆娘要把日本带沟里去了。咱们来看看日本那边的反应有个叫小西洋之的参议员，那是立宪民主党的，这家伙说话也损直接指着高市早苗的鼻子骂，说他这番国会讲话简直就是亡国级的答辩，就是你再这么唠下去日本国都没了。这小西洋之还翻旧账，说高市早苗以前在美国航母上又是拍照又是蹦跶的，那个样子轻浮的要命。当时看着是作秀现在看着是真让人害怕呀。这轻浮俩字用得好，不仅说他举止轻浮，更是说他脑子轻浮。这高市早苗给人的感觉就是还没有从那个网络喷子右翼愤青的角色里走出来。以前当议员吧，你可以随便喷，反正不用负责任现在你是首相是一国之君你的一句话那可是牵动了几亿人的身家性命结果呢，他还是一副妈妈桑的做派，怎么爽怎么来。
还有更逗的啊，大阪市有个议员叫伊藤永树，这个议员啊嘴更毒，据说高市早苗自己卖惨啊，说自己当首相太累了，一天呢只能睡2到4个小时，对这个皮肤不好。哎呦喂，你听听哦，都这个时候了还操心皮肤呢？这个伊藤议员直接就怼回去了，说为了您那娇贵的皮肤，你赶紧辞职吧，你回家睡大觉去，美容养颜去，这样啊，您的皮肤好了，咱们日本国民也得救了。你要是辞了职啊，换个脑子清醒点的首相上来，赶紧说一句，我遵守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这事说不定还有救。你要是再赖在台上，那日本真得玩完。现在日本那边也是人心惶惶啊！神奈川县有个议员叫石田玉，昨天都放狠话了，说如果高市不把那句台湾有事的话给收回去，在野党就应该弹劾他。这已经不是说错话的问题了，这是动摇了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看见没？这轻浮的疯女人哦，真的可能会毁掉日本。为什么呢？因为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背后啊站着一群早就想打仗的战争疯子。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往深了挖一挖。这个高市早苗现在这股子狂劲儿，哎，怎么看怎么这么眼熟呢？你把这个日历往前翻，翻到哪儿了？翻到1941年，那个时候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啊，跟现在的高市早苗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当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理由是啥呢？理由也是南洋地区事关日本的安危存亡。哎，你听听，是不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那现在的台海，当年的南洋，理由都是这一句啊，事关日本存亡。那个时候啊，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的前8个月，是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开会的时候就是嚷嚷啊，南洋群岛太重要了，咱们绝不能坐视不管，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那意思就是啊，那个地儿得归我管，不归我管，我就要死。那为啥当年的南洋对日本那么重要？因为那里面有橡胶、有石油、有矿产，那是日本战争机器的血包。所以啊，为了这个所谓的存亡，日本就决定铤而走险，跟美国开干。那当时的美国国务也警告过日本啊，你别乱来啊，南洋你不能动。结果呢，日本把警告当耳旁风啊，一边在那儿装傻充愣的跟美国谈判，一边在暗地里磨刀霍霍准备偷袭珍珠港，这就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那现在的高市早苗用的就是当年那帮战犯的逻辑，台湾海峡是我的运输线，所以台湾有事就是我有事，所以我就可以武力介入。这逻辑通吗？这简直就是强盗逻辑啊！那照这么说，马六甲海峡也重要啊，苏伊士运河也重要，你日本是不是都要派兵去占了呀？那当年日本敢打美国，是因为他误判了形势，他觉得美国当时重点在欧洲打希特勒，顾不上远东，英国、法国又被德国揍趴下了，没空管殖民地，这日本就觉得呀，天时地利人和，此时不搏，何时搏？这就是典型的赌徒心理啊，也是典型的取死之道。结果咋样呢？那时候的美国是啥实力啊？全球第一工业国，第一制造业大国。这日本啊，虽然偷袭得手了一时，但把美国这个战争机器给惹毛了。美国人一旦同仇敌忾，那个生产力爆发出来，那就是碾压。先是海战把你海军打光，然后是李梅烧烤，把这个东京烧成一片白地，最后送了2颗原子弹作为大礼包。大日本帝国啊，就在这种狂妄中灰飞烟灭了。历史讲完了啊，咱们回到2025年，日本那是记吃不记打呀，这70多年都过去了。接着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发点财，经济复苏了，日子过好了，那个军国主义的僵尸他又想爬出来了呀。哎，他们觉得自己又行了呀，又想打中国台湾的主意了。哎，但我把话撂这儿啊，如果日本这次胆敢真的武力介入台海，他绝对会比1945年死得更惨更透。为啥呢？咱们给他算算账，列了这7条理由。第一，对手变了。中国现在是谁？全球第一工业强国，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就像当年的美国一样，甚至比当年的美国工业制造能力还要恐怖。你跟世界工厂打消耗战，你脑子进水了吧？第二，军事实力，咱们解放军现在的实力啊，那都不是吹的啊！双航母、3航母、隐身战机、高超音速导弹，打现在那个畸形的日本自卫队啊，说句不好听的，那都是降维打击，那就是碾压。这第三呢，国际处境。当年日本还有个德日意轴心国，还能互相呼应一下。现在呢，你指望谁呢？G7、美日印澳，别斗了啊！真打起来，谁会为了日本去送死呀？谁也不会来救他。这第四呢，主仆关系。日本啊，现在说白了就是美国的跟班，美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日本，绝不可能让日本牵着鼻子走。你想把美国拖下水，美国人精着呢。这第五呢，地缘环境。看看日本周边的邻居啊。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那除了韩国那个稍微那个点啊，剩下哪个是省油的灯？
中日朝韩可以说全是日本的救敌。韩国媒体、亚洲经济都发文警告了，高氏早苗这个疯婆子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韩国，隐藏在他背后的极右势力那是全亚洲的公敌。还有这第6也是最狠的一点，核武器。日本右翼一直想搞核武器，岸信介当年就想搞，但是别忘了，日本是在世界上唯一爱过原子弹的国家。如果日本真的发疯，再次挑起了全面战争，威胁到咱们的生存，那有些真理说不定还会再次降临到日本头上。到时候可别说什么不人道，是你自己找的。还有这第7，民心士气。现在的日本自卫队被戏称为自卫株式会社，就是个上班的地方那些宅男、草食系青年，有几个愿意去送死的？哪怕高市早苗喊破嗓子，一意欲碎，那现在的日本人谁理他呀？早就被驯服了。真打起来投降绝对是第一选择。所以说，把这7条摆在一起，结局是不是一目了然？如果日本胆敢介入，那就是彻底的毁灭，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最可怕是什么呢？最可怕的是高市早苗这个轻浮的疯女人她就像她那些法西斯前辈一样，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完全误判了形势。她以为中国还是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以为美国还是那个无所不能的美国。那现在的日本就像一辆在大雨夜里狂奔的大巴车，高市早苗就是那个喝得烂醉如泥的司机，车上的乘客也就是日本的老百姓，看着窗外的悬崖峭壁，看着前面中国红的警示灯，那这吓得瑟瑟发抖，拼命的喊着减速停车。可是这个醉驾的司机呢，他不想减速，他觉得很嗨，他要踩油门，他觉得只要冲过去，前面就是星辰大海，殊不知前面是万丈深渊。但这又能怪谁呢？这个司机毕竟是日本人自己选上去的，如果他真的带着日本人冲下了悬崖，走向了毁灭，那也只能说是日本这个民族的悲哀，是他们自己种下的因，结下的果。咱们中国人做好了准备，备好了猎枪，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至于日本人是想喝这杯酒，还是想挨着一枪，那就看看他们这几天的造化了。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